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工厂悠悠班时间。哎呀，我们的伙伴一直在教完的 QC， 持续的跟大家进行分享哦。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叫做制程统计分析。我们之前几个片子都有大概谈到那个比如说品质检验啊 ，QC、QA 是怎么怎么样分类，还有讲到 ISO， 也讲到抽验各个说明。中间呢，记得我们在 ISO 里面啊，也有一个管理办法、管制程序，它就叫做制程统计分析。那按照我们过往的经验呢，都是透过 QC 或者是 QA 的人员在进行检验的时候写 paper， 因为有表单嘛，记得吗？世界表单我们会写记录。可是如果你写在纸上呢，你是没有办法进行分析的。所以会不会变成说纸呢又要拿给我们的助理人员，再敲到 Excel 里面去？然后才有办法出现一个统计图表，哇塞，那就太辛苦了。好，那当然现在有一些软体呀，可以快速的帮大家的忙。有2种软体都可以协助你这件事情哈，一个叫 SPC， 一个叫 QMS。那这个都是到时候各位如果你们有兴趣再去搜寻这些项目。那有各种不同的厂商在执行这件事情。那今天呢，阿基就从学理上跟运用面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分析哦。好的，又回来这5个了，一样。好，进货检验，然后那个脱外进货检、制程检，然后成品检跟出货检这几个。那既然有检验，是不是都应该留下记录？我们在 ISO 里面有讲，世界文件叫做留下记录，表单就是把记录留下来的。所以啊，我们会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检验表，比如说进货检验记录表。脱外进货检验记录表、制程检验记录表，然后制程检验里面我们又分了自主检、巡回检跟手检检，巴拉巴拉一堆，好，各种的检验就有各种的表。那这些表如何？不是只有记录，不是记开心的哈，最后要做到制程统计分析。他在分析什么事情呢？我们公司的品质的稳定度。然后透过这些资料呢，我们可以来研究说，是不是可以帮我们的品质规范再严格一点。每严格一点点，就是表示我们公司的竞争力又提升了很多。因为大家成本都差不多嘛，买的材料大家都查得到价格多少钱啊。那加工你也用这台机器，我也用这款机器，好像也没什么差别。然后人工的薪资也都一样。但如果说我们在制程能力上，别人的良率是假设是95%，我的良率是98%，我赢他那3%，我其实在竞争力上我是赢很多的。就像台积电，它就是因为良率比别人好，所以它是我们的护国神山的道理。所以如果公司把良率给做好，你也会有你们的护国神山在里面的。自己的品质做得好，就是自己养成自己的护国神山的。所以它非常非常重要。可是如何去证明说你如何敢把你的那个品质规范给它加严、给它提高，来自于进行过分析。好，说我们把所有的资料都在一个系统里面的时候，你可以出现一些图形。那假设我们的品质标准是中间这条线，那每一次的记录会有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嘛？透过这些分析，你会发现我们的品质是走上限还是走下限。那假设我们设定的那个范围，假设这里是10，那正负1都是我们可以收掉的范围，所以9到11都会是我们可以收的范围。但你会发现，我们的点根据记录，你已经发现了，不管怎么样，你都不会超过它。这时候你可以变成我的宽放值，我的上下限就往下调，就会叫做正负0.5，就会变成来到了9.5跟10.5。所以当别人的标准是正负1的时候，你是正负0.5，因此你的良率比他高，而且你的品质的精度都比你的对手还要厉害。这就是我们在做制程统计分析很重要的地方。好，那当然你也会从每一个 item 各自，不是只有分析总公司，因为总公司是没有用。如何提升它，你要从品号来看哦。它分析的要项是什么品号的什么制程，因为每一个制程都对到它自己不同的那个 QC 工程图，你要检查的那些点位，然后跟它的数值。所以你可以做一个那个 HPA 表，就是那个历史路径分析，把这个品号为主角的一个区间，也许是1年内，或者是
半年内的资料，做出这样的图形来研究，这个品号这个 item， 我们要把我们的那个上下限把它加严，让它更严格一点，那我们的竞争力会更好。所以我们会针对很多的品号去进行这样子的分析。那你可能也会发现反过来的项目，我们认为的应该是正负1，但是我们好像都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总是会有不小心跑出去的那一件事情。那你要去研究，当会有不小心跑出我们标准点的那个，表示曾经出现过异常。那出现异常的时候，我们又要再进行一些要因分析哈。透过鱼骨图，你可以去分析，在人机料法环里面是什么原因造成你这件事情这一个点位会出现的问题，然后防止它。这样子理解哈，所以在 QC 里面还有一个叫 QC 7大手法，有兴趣的伙伴们你可以到网络上找这些东西，它其实整个都是个关联性的一个议题，所以品管其实在对公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就是赚钱的一个利器啦哈。那有伙伴会问说啊，好像我们那个业主啊，很少人在讲这些，也不会把它认为说是公司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其实不是，它是我们企业的守门员。就什么叫守门员哦？东西要出去之前，最底线，我们东西出去之前必须是良品，所以它是守门员。一旦东西跑出去才被客人发现，那就很母汤了哦。那我们公司的良率啊越高，公司的企业竞争力就会越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不是囤积 lucky 啦哈，就是透过这个资讯来收集，我们如何让我们的良率提升，这中间就会考虑到一件事叫制程改善。刚刚讲的人机料法环。也许有时候是因为你某一台机器，你会发现说这个品号在某一台机器做它就有问题，它的良率不够好，它的效率不够快，那你的策略就是换掉这台机器，对不对？或者是不要在这台机器生产，它可能做别的可以，但不适合做这个。所以这个制程统计分析目的是为了改善，让公司越来越好，所以我们必须重视这些议题。那这些资料的收集呢，当然人工收集这是一件事，然后现在有很多的数位工具啊，如果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然啦，底下留言找阿基嘛，对不对？就是安内。好，还想知道什么样的吗？可以底下留言跟阿基说，我们再拍片子跟大家做分享哦。我们下次见，拜拜。